中方证实，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来中国访问。美国商务部也宣布将27个中国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中剔除。那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开始回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美方将27个中国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剔除，是中美关系的润滑剂，但不代表呢这个中美关系向好或者是回暖，仍然在冰冷的低谷徘徊。从某种角度看呢，美国把27个中国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剔除，更多的呢是为了争取美国的利益，为美国企业止损，为美国焊接自己斩断的供应链。当然呢，这对中国实体来说呢也不是坏事。中美关系呢要回暖向好，美国呢必须在3个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善：一是坚持国际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减少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不再支持和纵容台独势力，不再对台军售；二是取消对华进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哪怕呢是部分的取消；三呢是在科技和投资上不再对中国进行歧视性的限制，不阻挡中国的发展。也就是说呢，美国能够做到4不1无1的承诺，这中美关系呢才会回暖。而这4不1无1呢，是拜登总统亲口说的，也就是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所以呢，我们对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和美方把27个中国实体从美国的这个黑名单上删除呢，要有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应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邀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27号至30号访华。访华前夕，美商务部宣布将27个中国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中剔除，被美媒认为是向北京抛出橄榄枝。2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他还特别提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据新华社消息，2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葛世柏率领的美中贸委会成立50周年访华团。李强说，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经济深度融合，维护好两国经贸合作和经济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李强坦言，中美关系和经贸合作当前面临一些困难，需要双方都拿出诚意，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中美完全可以共同发展，携手为全人类的美好未来做出更大贡献。美中贸委会成立于1973年6月，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其200多家会员公司中，既有包括可口可乐等大型企业，也有相当比例的小型企业和服务业公司。长期以来，美中贸易会致力于扩大美中商务联系，提供与中国共同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双方营造一个规范、可预测的、透明的商务环境。本月10号，美国白宫发布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美中贸委会就发表声明表示，将密切关注拜登政府如何定义涵盖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品。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李强还特别提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他表示，中国大市场蕴含着巨大增长潜力和机遇，将持续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李强还表示，中国愿与美国一道展现大国担当，共同维护好国际贸易规则，保障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代表着中美的这个关系呢，在最近其实是出现了一个趋势性的改善，特别是在贸易领域。这也表明啊，美国的企业对于他们在华的这个投资仍然是非常重视的，也是特别有信心的。当然，我们看到啊，在今年以来啊，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个下降。那么，我想，李强总理此次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这个代表团，更是为未来中美之间双边的这个投资注入了更加强劲的信心。商务部新闻办公室最新公布，应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邀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27号至30号访华。这是雷蒙多作为商务部长首次访问中国，也将是拜登政府自6月以来第4位高官访华。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雷蒙多访华前一周，雷蒙多主管的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发布声明，称将33个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剔除，其中27个实体位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中方欢迎美方将相关中国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中移出，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合法权益。这表明双方是可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沟通解决具体关切的。去年月7号，美商务部宣布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未经验证清单，其中大多属于电子技术、生物制药、精密器械等行业，部分企业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 BIS 手握4个主要清单：实体清单、被拒绝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和未经核实清单，也就是 UVL。不同于实体清单 ，UVL 可以理解为观察清单。被列入 UVL 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知或涉嫌违反了任何美国法律或法规，企业仍然可以与其供应商进行贸易往来。当外国企业被纳入 UVL 后，美国商务部将验证这些企业，如60天后未被通过，这些企业将被纳入实体清单，并实行出口管制。一直在跟踪雷蒙多访华消息的彭博社在最新报道中将 BIS 的行为解释为在雷蒙多访华前夕的示好行为。报道指这是华盛顿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不过，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认为，中方乐见美国官员访华，解决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重大关切。但 BIS 的举动若作为一种示好，还远远不够，美方应该做得更多。对于这样的一个信号呢，我们一方面当然是非常欢迎美方来改变此前相对来说比较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同时我们应该也看到其实就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商务部呢是将33家中国的企业呢又列入了所谓的这个实体清单。那总计到现在呢，我们中国企业大概有1000多家在美方所谓的实体清单和财政部的 SDN 清单里，这就都表明美国对华的这个整体的贸易的这个打压，特别是在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这个限制方面呢，是不会轻易的来放松的。一面对外释放涉华友好信息，一面大搞威慑，已是美国的惯用伎俩。就在本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将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日本共同社不加掩饰的炒作称，三国在中非仁爱礁争端后推出这一军演计划，意在牵制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菲律宾不参加演习，但4国指挥官可能会齐聚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释放强烈信号。据共同社的报道披露，参加演习的美国2栖攻击舰美利坚号、澳大利亚2栖攻击舰堪培拉号以及日本护卫舰出云号将在25号前后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港。此外，军事专家注意到，美日澳此次出动的都是2栖战舰，具备很强的夺岛作战能力。因此，菲律宾是否参加军演、有没有军舰已经不重要，因为它只是美日澳介入南海局势的由头。菲方的反应显然也在对美亦步亦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22号，菲律宾2艘运补船和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再次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进行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同时，针对非未搭载用于大规模加固违规建材的实际，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刘德军表示，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坚决反对菲律宾有关方面借运补之机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违规建材。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本月5号，菲律宾船只擅闯仁爱礁海域，向非法坐滩24年之久的菲方军舰运送物资。中国海警当时依法使用水炮予以警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近日在谈及南海局势时明确表示，美国等一些势力唯恐南海不乱，借仁爱礁问题煽风点火，在中非之间挑动是非，怂恿对抗，破坏南海和平安宁，以服务美自身地缘政治战略。中方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必要警惕，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方已多次提出愿同菲律宾通过双边对话妥处存在的分歧，希望菲方恪守以往达成的共识，珍惜双边关系改善积累的互信，尽快同中方相向而行，寻求管控海上局势的有效途径。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经贸领域。那么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应该来说是在不断的这个加深的。特别是在布林肯放出所谓的护栏论之后，美方在台海、在南海领域对于中国的这个打压和试探，可以说是不断的加深，不断的这个有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也表明啊，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地缘安全环境其实是不容乐观的。这从侧面也表明，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霸权地位的。美国对华发动经济战，并在印太拉帮结派制造事端，已经引起域内国家高度警惕。新加坡总统候选人、前国务资政尚达曼21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对华发动一系列遏制性举措表示担忧。他提醒，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有必要要着眼于长远，否则这些行动或在日后让中美关系更加紧张，并带来更严重的外溢风险。You have to play a long game. China will eventually develop its capabilities. And it will do it on its own as well as through a complex and interdependent global market economy, where there'll be many players, some of whom are traditionally viewed as friends of the US, some of whom maybe not such close friends of the US. But China will develop its own capabilities eventually, and one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尚达曼直言，所谓去风险只是一个比脱钩更加悦耳的词语罢了。无论人们用什么术语描述它，华盛顿的做法都已经让其他国家也一起走在一条去风险化的错误道路上。他还认为，所谓摆脱中国影响的愿景，几乎是海市蜃楼般的想法。他指出，当前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加多样化，但作为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全球制造和物流基地，中国仍是核心。I think the US in particular has to think hard about that. Most of Asia isn't going to decide that they'll walk away from 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wise. Most of Asia is not going to make that decision. 当被问及中国经济发展将如何影响所在地区和新加坡时，尚达曼说，中国正在经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挑战，部分是周期性的，部分是结构性的。尽管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他相信中国有能力克服这些挑战。台湾地区明年防务预算将达到6068亿元新台币，比2023年的防务预算增加了205亿元新台币。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增长？首先，从台湾民进党当局继续增长防务预算的情况来看，其依然是在幻想以武拒统。其次，民进党当局在防务预算上已经进入困局，因为台湾地区的经济支撑不了持续的防务预算高增长。与今年防务预算高达13.9%的增速相比明年的增速大幅放缓至3.5%。尽管如此防务预算的增速也达到了岛内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啊！也就是说，民进党当局内心里很清楚，防务预算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越来越难以承受。今后如果再要大幅增加防务预算，势必会严重影响台湾地区的经济，进而越来越失去了岛内民心。但如果不大幅增加防务预算，那么台湾地区军力与解放军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抱着以武拒统的思维，无论怎么做，都注定是死路一条。台湾地区自行建造的第一艘潜艇原型舰将在下月下水。那您认为这对提升台军战力能起多大作用呢？民进党当局将潜艇视为对抗大陆的王牌武器，认为潜艇隐蔽性强，能够吓阻解放军海军。但实际上，潜艇对于台湾地区军力的提升作用很有限。一是台湾地区潜艇技术十分薄弱，严重依赖外界，而且还是七拼八凑这就给潜艇的性能埋下了诸多隐患。二是潜艇作战对于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等要求极高，如果没有体系支撑，潜艇的作战效能将会大打折扣。而台湾地区海军在支撑潜艇作战的体系方面，恰恰是最大的短板。三是解放军的反潜作战能力越来越强大，而且是空中、水面、水下的立体化反潜体系这就使得台湾地区潜艇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
特别是解放军，还能够呢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来瘫痪、摧毁敌潜艇作战能力，即通过打击潜艇母港、指挥控制中心等作战方式，让潜艇出不了海，或者呢出了海却再也无家可归。据台媒报道，台空军为应对解放军军机导致后勤吃紧，3年内欠下的后勤款项就高达300亿元新台币。那您对此怎么看？这恰恰说明台湾民进党当局搞台独没有任何出路，穷兵黩武、抗拒统一只会加速其灭亡。解放军海空力量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活动，让台湾地区空军感到疲惫不堪，因为解放军海空力量在战略态势上是主动方。台湾地区空军只能被动应对，而解放军现在有人驾驶飞机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台湾地区空军，无人机的种类和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解放军始终能够维持高强度的空中活动，不用担心疲劳和机械磨损等问题。而台湾地区空军却没有多少轮换和休整条件，只能疲于奔命。时间一长，不光台湾地区飞行员受不了，台湾地区空军战机的状态也急剧下降。台湾地区空军现有的400架以上战机大都服役了20年以上，出现技术疲劳和故障的概率本来就不断增加，而高强度的起飞则进一步增加了战机技术疲劳和故障概率。于是呢，零部件消耗、燃油消耗、维护保障工作量都在急剧增加，让台湾地区空军呢不堪重负后勤欠费呢就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果民进党当局仍旧幻想以武拒统，那么台湾地区空军的疲态就会是无解的问题，后勤欠费的窟窿呢也就会呢越来越大，直至呢承受不了而崩掉。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举行，那您对这次会晤有何期待？金砖合作大音量怎样盖过7国集团击炸声呢？主持人好，你的比喻呢很恰当。金砖合作大音量，不仅合作呢是世界的心声，也是这次领导人会晤的主旋律。60多位世界领导人和政要呢受邀参加，而7国集团叽叽喳喳声呢，不仅表明他们的所谓小院高墙很狭隘，与全球化进程相逆，也是指呢他们的阵容很小，10多个人而已。所以我相信呢，金砖合作大音量是一定能够盖过7国集团击炸声的。在这次领导人会晤的事件确立以后发展中国家呢都抱以热切的期待，希望金砖国家闪闪发光，希望金砖峰会能带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秩序，给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带来确定性。那么，金砖合作大音量将怎样盖过7国集团击炸声呢？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是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和讨论金砖扩容。目前呢，已有超过4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其中超过20个国家呢已正式提出了加入申请，这已经是很说明问题了。可见金砖合作的魅力有够大。具体来说呢，金砖阵容扩大，在经济总量、人口数量等多个指标上将盖过7国集团小圈子。2022年呢，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金砖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达到了31.5%，超过7国集团的30.7%。如果扩员，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分量将进一步上升。目前呢，金砖国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2%，而7国集团占世界人口仅10%。如果扩员，金砖国家的人才创新潜力和消费潜力将进一步的扩大。金砖国家所奉行的多边主义呢，也将盖过7国集团的小院高墙。多边主义呢，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求真务实、团结合作，尊重彼此的历史和文化，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代表的是持续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不会像7国集团一样呢，动辄制造分裂对抗，虚头巴脑地搞意识形态分化，喜欢构筑这个排外的小圈子。金砖国家呢是着眼于未来的，通过相互的支持、优势互补，探索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可行道路，谋求的是经济发展，让本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而7国集团呢，则抱残守缺，留恋于西方之上的所谓美好旧时光，以制裁和征服来迫使他国就范，肆意的干预他国内政，对外援助呢必然要附带条件。金砖国家的合作大音量呢，必将会盖过7国集团击炸声。也因此呢，这个走过14个年头的年轻国际组织
展现出比已经有48年历史的七国集团更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8月22号至24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举行。当地时间21号深夜，习近平主席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峰会，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22号上午，习近平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举行会谈。当地时间21号晚上11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约翰内斯堡坦博国际机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率外长潘多尔陪同部长、总统府妇女、青年部长祖马等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迎接。拉马福萨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表示：“我很高兴再次到访南非。”期待同你就深化中南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礼兵持枪致敬，身着民族服装的民众跳起奔放的舞蹈。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南非大使陈晓东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南非政府和南非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南建交25周年，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步入崭新阶段。中南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我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指出，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重要合作平台，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功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相信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成为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时值午夜时分，习近平乘坐的车队从机场前往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自发等候在沿途街道，挥舞中南两国国旗，高举“中南友谊万岁”等横幅，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南非广州商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陈玉玲就是其中一员。他告诉深圳卫视，虽然习主席的专机将近凌晨才抵达，但当地华人的热情丝毫不减。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当然是很激动的，是自己国家的领袖过来嘛。南非跟那个中国呢，很是友好，习主席也来了几次了，每次我都有去欢迎和见他。我们在宾馆等他，我们就是等到12点。等于22号的凌晨呢，他在窗口呢向我们招手。陈玉玲观察到，南非各界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希望此行能够进一步提升两国的合作水平。随着中南合作友好深入，中国在当地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也在逐年提升。我刚来的时候，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做小生意、大生意都不会给中国人做，因为祖国强大嘛，又建交25年，主席也多次来南非嘛，所以呢也帮助南非不少啊。中国的中资集团也帮助南非改变那个生活啊，贫穷改变了。在25年里面呢，华人的地位慢慢的提高，当地人都现在对中国人都非常非常的热情。习近平此次访问南非，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如今，金砖机制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大家庭，已有40多个国家表达了加入意愿，有23个国家已正式提出申请。今年的金砖峰会不仅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还是近年来全球南方规模最大的峰会。国际舆论认为，金砖扩容将为金砖合作带去新的活力，也将提升金砖国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有利于发出更强有力的金砖声音。There's a lot that we have to try and talk about as well. The biggest, I think without a doubt, is going to be the inclusion, the possible inclusion of a host of other countries.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也再次表态支持扩员进程。South Africa supports the expansion of the membership of BRICS.The value of BRICS extends beyond the interests of its current members.
For its efforts to be effective, BRICS needs to build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share its aspirations and perspectives. 此外，金砖国家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新开发银行的扩员也备受关注。新开发银行由发展中国家建立，为发展中国家服务。自2015年营业以来，新开发银行已批准近100个贷款项目，总额超过3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今年3月刚刚履新的新开发银行新任行长比尔马·罗塞夫此前表示，新开发银行应继续扩大朋友圈，并将继续推动货币结算的多样化、多元化进程。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指出，金砖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涉及对各种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的接受，为各国提供更加开放、公平的发展平台，令其在世界舞台上吸引力不断上升。中国是金砖国家组织中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金砖国家组织最大的技术和投资提供方。国际舆论期待中国能够为金砖合作贡献更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提升1.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23万亿元，增长23.9%；进口1.15万亿元，增长14.3%。从经济的规模，从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这个中国在执行这个全球合作中的这个作用来看，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金砖从成立到走到现在，那么中国呢，就是在其中的政策制定、政策的执行，在跟其他的这个大国的协调中，都发挥了积极的和这个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现在当前的这种全球的这种经济环境之下。又在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战争背景之下，那么世界各国都期待中国呢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对金砖合作展开新一轮的质疑和抹黑。有观察指，今年美西方对金砖峰会展现出空前关注。西方媒体报道也呈现2大特点：一是放大金砖成员内部的所谓分歧，二是歪曲解读金砖机制的立场和性质，再度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然而，事实是，金砖国家共有32.4亿人口，国民收入总和达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量的26%。成立17年来，金砖机制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宽，金砖合作的吸引力不言自明。西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主导权力在下降，所以他们也是充满担忧。七国集团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就是它这种分裂的，它这个零和游戏的这种思路是得不到全球这个支持的。那么它应该转换的思维呢，就是应该秉着一种这个开放式的因为金砖本身就是开放式的，应该参与或者是支持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合作。当地时间20号，荷兰首相吕特在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向外界确认，荷兰和丹麦将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首批战机将于2024年新年前后交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欢呼，称这是一项历史性协议。尽管乌方对这一进展表现得极为兴奋，但多家西方媒体近日提醒 F-16不是战场神器，无法在短期内影响俄乌局势。为了争取西方新一轮军援，泽连斯基19、20号接连访问瑞典、荷兰、丹麦。泽连斯基与吕特20号在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参观了 F-16战机。吕特表示，当前乌克兰飞行员正接受语言培训，还未开始进行军事飞行训练。在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授权流程后，荷兰将向乌正式转交战机。结束对荷兰的访问后，泽连斯基同一天抵达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丹麦将向乌克兰提供19架 F-16战斗机，首批6架预计将于今年年底交付，明年再移交8架，剩下的5架将于2025年交付。但丹麦方面也表示，乌克兰只能在其领土内使用丹麦和荷兰援助的 F-16战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8号向媒体证实，美方已经正式批准丹麦及荷兰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此前，丹麦与荷兰一起牵头，在北约峰会上宣布了建立 F-16战斗机的国际训练联盟。
以确保对乌克兰空军进行战机使用等方面的培训。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19号对此警告，乌克兰反攻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这场血腥冒险的始作俑者，白宫正在做越来越疯狂的决定，以摆脱困境。俄驻丹麦大使巴尔宾则在21号警告称，此举或将导致俄乌冲突升级。荷兰和丹麦实际上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2个军事同盟之一，所以他们做这个决定呢，实际上就是在执行美国的决定，而且是在代替美国来转移这个军事援助的风险。之所以不把这个 F-16投入对俄本土的作战呢，实际上也是美国为了防止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发生军事对抗。对于荷兰、丹麦2国的决定，乌克兰空军称，空中优势是地面反攻成功的关键。F-16战机将帮助乌克兰改变战争的进程。不过，乌方还没有等到 F-16，就被美国媒体泼了一盆冷水。美联社21号援引美驻欧洲空军司令赫克的话称，他并不认为 F-16能改变乌克兰的局势。美国动力网站注意到，美国库存的退役 F-16战斗机已经基本清空，可能援助乌克兰的 F-16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报道称，除丹麦与荷兰外，挪威此前引进 F-35战机，已于去年全面淘汰了该国装备的74架 F-16战斗机，其中32架转移给了罗马尼亚。作为罗马尼亚唯一的战斗机，欧洲另一个 F-16装备大国是波兰，其空军的48架 F-16战斗机是欧洲最新型 F-16战斗机之一。但在当前波兰直面俄罗斯压力的情况下，短期内转让这些先进战斗机的可能性极小。此外，希腊和土耳其也装备有数量庞大的 F-16战斗机，但2国在援助乌克兰武器方面的态度并不积极。美国防务新闻20号则称，西方国家援助 F-16并非难事，但想要发挥实质性作用，解决飞行员的问题才是关键。美国政治新闻网近日还披露，西方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战机的努力，因乌克兰军人糟糕的英语水平而受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提醒说，对于像 F-16这样的现代战斗机，培训后勤维修人员将比训练飞行员花费更长的时间。美国国会3月的报告提到，培训 F-16的合格维修人员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具体取决于所需的熟练程度。这种配备了这个对地攻击功能的 F-16呢，它是能够帮助乌军去对俄军的防线进行一定的打击，特别是纵深的目标进行一定的打击。但是这个 F-16它显然是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战场的态势，因为援助乌克兰的 F-16这个量呢，显然是非常少的，而且呢，考虑到这个乌军飞行员他的训练啊、时长啊，他的本身的素质啊，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这个武器的效能。而且我们说战事走向呢，始终不是说有1-2件先进武器能改变的，最终决定这个冲突结果的还是双方总的一个实力对比。在20号当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被问及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做出领土让步的可能性时，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准备用别尔哥罗德交换我们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评论泽连斯基这一言论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显然是服药过量。别尔哥罗德州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与乌克兰接壤。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距莫斯科695公里。此前，北约秘书长私人办公室主任斯蒂安·延森曾在8月16号提议，乌克兰可以放弃其部分领土换取北约成员资格。该说法激怒了基辅。别尔哥罗德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去年2月之前的固有领土，这个是乌方声称呢这个占领过。泽连斯基这个它是一种戏谑，它并不代表说乌方就接受了这个用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种。泰国前总理他信在异国他乡流亡15年后，于22号早上回归故土，而当天恰巧是泰国再度举行参众两院会议投票选举总理的日子。就在下午5点多，为泰党总统候选人塞塔他威信当选新一任泰国总理。尽管他信的女儿佩通坦一直说父亲回国与政治无关，但外界猜测认为，作为为泰党幕后元老，他信的归来一定会搅动泰国政坛。22号早上，他信的私人专机降落在曼谷廊曼国际机场，在3名子女的陪同下，他信不出机场。
他先向泰王的肖像献花，并向机场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现场聚集了数百名红衫军成员，还有同他信家族关系密切的为泰党多名核心成员。随后，在机场等待多时的泰国官员将他信带离机场，送往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宣布，前总理他信涉嫌的3项贪污等罪名均成立，并依法判处他信共计8年有期徒刑。据悉，在法院下达收监执行通知书后，他信由执法人员押送前往曼谷特别监狱。泰国监狱管理局方面表示，体检结果显示他现有心脏病、肺部及血压等方面的健康问题，属于脆弱群体，需要进行单独监禁。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今天的整体流程与其女儿佩通坦早前预测的一样，但佩通坦预计的刑期是5年，这与8年刑期有所出入。目前，他信拘留期间的一切事务将在曼谷特别监狱的医疗大楼内进行，且单人单住，24小时有监护人员陪同。至于他信是不是真的要服刑8年，郭蕊认为他信很有可能获得特赦。我们现在的判断啊，因为大概率的会得到特赦，或者是国王的这个大赦天下，他是成为这个既得大赦天下的一个既得利益者。平时在国王的生日以及重要的王室成员生日的前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相关的大赦天下的这样子的这种行动，但是我们只能是静等这样的消息。他信现年74岁，祖籍广东梅州丰顺县，原为泰国的电信大亨。自2001年起任总理，2006年9月因军事政变下台后，被控涉嫌贪腐等多项刑事案，被最高法院判处罪名成立。为躲避牢狱之灾，他从2008年起流亡海外。虽然流亡在外，但身为为泰党创始人，他信在泰国民间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信流亡期间，家族里又出了2位泰国总理，分别是他信的妹夫宋猜翁沙瓦和他信的妹妹英拉。最近几年，他信的小女儿佩通坦也进入政坛，在今年的大选中人气曾一路领先，后被远近党反超。在远近党2次组建政府失败后，为泰党退出8党联盟，与远近党脱钩，并宣布与其他10个政党共同合作组建政府。这其中就包括为泰党的老对手，看守总理巴育曾在的政党和副总理巴威所在的政党。此前，为泰党一直拒绝与双巴合作，对于现在又选择合作一事，他信女儿佩通坦解释称，这是为了尽快组建政府并推动国家发展，为泰党不得不做出调整。尽管民众对此有不满和批评，为泰党会虚心接受，并向大家诚挚道歉。而他信选择此时回国，也与本次合作决定有关。他信此前一直宣布即将回国，但日期一直在调整。有分析认为，他信回归日期取决于泰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如今，他信在投票选举总理结果没有出炉的情况下先回国，被看作是孤注一掷的行为。但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郭蕊认为，他信回国的时间其实是恰到好处。是因为今天已经是属于所有的形势都已经明朗化了，基本上大概率是胜券在握。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刚刚好，他在上午回来，下午还没有，就是在还没有投票总理的时候回来，就是显示了他极大的诚意，也显示了他尊重泰国的司法程序，尊重参议员。如果在投票总理赢了回来，反而给大家的感觉性是目的性太明显了，为泰党的形象和他自己的这种高大的形象都会被减分，都会显得不够真诚。郭蕊表示，就算22号下午为泰党提名的塞塔他威信没有成为总理，他信的高调回归就是安全上的保障。因为就算有人想在安全方面做手脚，但在全球所有媒体的聚光灯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泰国国会22号召开上下2院联席会议，下午5点多，国会新闻中心电视直播画面显示，为泰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塞塔他威信已获过半议员投票支持，当选新一任泰国总理。公开信息显示，塞塔他威信1963年2月15号出生于泰国曼谷，现年60岁，低阶军官家庭出身，与泰国前总理他信关系密切。
塞塔他威信年轻时前往美国学习商科，研究生毕业后在保洁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助理。1988年，他联合创立了尚思瑞地产公司。现在，尚思瑞成为了泰国最大房地产公司之一。今年初，他辞去了在尚思瑞的职务，并将公司股份全数转给了女儿。泰国分析人士认为，在解决泰国经济问题的能力上，塞塔他威信在商界的名声能让其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他并非他信家族成员，也能让军方更为放心。塞塔他威信和为泰党都已明确，一旦新政府上位，复苏经济将是第一要务。作为东南亚第2大经济体，自5月的大选以来，泰国一直处于政治僵局之中。远近党在大选中崛起，为该国最大政党，紧随其后的是为泰党，但两党都无法单独组建政府。远近党党魁皮塔此前2次在议会闯关失败，因为其他保守党派和属于军方阵营的上议院议员无法接受远近党关于修订泰国法律中亵渎君主罪相关条款的主张。之后，皮塔失去竞逐总理的资格。